职场中很多人失败，是因为掉进了弱者思维的坑里，自己却猛然不知。同样是摆在地上的几块砖，强者想到了摩天大楼，弱者只能想到一堆石头。当一个人禁锢在弱者思维里，就很难摆脱命运的束缚。以下4种弱者思维，如果你也有，一定要戒掉它。1. 差不多思维。在胡适笔下写过一个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做什么都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直到有天，差不多先生突然重病，本来应该找东街的汪大夫，结果家人寻不到，却请来了西街的兽医王大夫。差不多先生说，反正都是医生，应该都差不多。然而没一会儿他就断气了。差不多先生的故事其实在职场中也屡见不鲜。有些人习惯了在工作中马虎了事，最后就只能过一个差不多的人生。真正优秀的人对待工作总是精益求精，力求做到极致。1992年，雷军刚进入金山公司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研发部经理，但不同于其他同事的是，他做事总是一丝不苟，极度认真。当时微软 Office 软件进入大陆市场，对金山公司的 WPS 造成了巨大冲击，很多同事都因此颓废不已，上班的时候也各种懒散懈怠。但雷军却每天写程序到凌晨，死磕每一个代码，只为能超越微软。同事们都戏称他为细节狂魔，笑他工作过于认真。可不出3年，雷军就做出了 WP Office 2005，从此 WPS 在国内站稳了脚跟。而雷军也在28岁之际成为金山公司的 CEO。 任何职场中的佼佼者从不以糊弄的态度来工作，因为当差不多成了惯性，你的思维就会固定，也限制了你追求更好的可能性。习惯性敷衍工作，那么收入就会敷衍你。稻盛和夫说过，所谓扭转人生，不过是对工作的极度认真。当你能转变自己的态度，认真去面对日常工作，你才能在职场中立于不败之地。2. 巨婴思维。什么是巨婴思维？是指一个人生理上明明已经成年，但心理上却始终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缺乏起码的抗挫折能力和抗压能力。职场巨婴大都拥有一颗玻璃心，受了一丁点委屈就哭着闹着要离职。2019年，苏宁电器集体曾发起一项1200计划，他们预备从各校优秀毕业生中挑选人才，争取用2至3年的时间，将这群毕业生培养成企业的中层领导。实习生林楠就是这1200计划中的一员。林楠毕业于一线名校，歌唱、主持、乐器无不拿手，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因为他简历突出，所以苏宁的 HR 一开始就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林楠入职不久，就让公司同事们大跌眼镜。他正式上班之后，经常像个无头苍蝇一般无所适从。赶上节日大促，整个部门都在火急火燎地赶业绩，可林楠却时常在卫生间躲懒。领导有些看不下去，说了他几句。没想到林楠一下就破防了，对着领导泪眼盈盈地诉说委屈，又说自己是新来的，同事们都不主动帮自己，又是说工作节奏太快，让他感觉很有压力。领导听完忍不住问他，那你有没有想过主动去学习，努力去适应呢？林楠嘴巴一撅，再也不说话了。随后不久，他就揣着满腹委屈向公司提出了离职。这次事件之后，苏宁无奈表示，对不起，我们只招成年人。身在职场，没有谁是不受委屈的。可公司不是你家，同事和领导也不是你家人，要无尽的包容你，体谅你，甚至还得捧着你。如果听不得重话，受不住压力，看不得脸色，就注定无法生存下去。想起阿里招人有4个基本要求，其中有一条是人要皮实，不能有玻璃心。皮实的人经得起批评，扛得住事。面对压力，争不熟，
煮不烂，锤不扁，砸不破。身处职场当中，只有活得皮糙肉厚一点，方能够承受各种锻炼和痛苦。也只有如此，才能收获最快的成长，享受更高的收入。3. 围城思维。钱钟书的《围城》里，主人公方鸿渐是个知识分子，曾出国留学，但他读起书来吊儿郎当，毕业时只能买一个假博士文凭应付了事。回国之后，他又靠关系进入三闾大学执教，但肚子里没有真本事，只能被校长安排去教一门无关紧要的课程。方鸿渐对此十分不满，他每天都抱怨工作，不是嫌弃工资低，就是怨恨同事排挤他，没有实力又不肯努力。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他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三闾大学。现实中，很多人就像方鸿渐一样，对工作有诸多怨言，却从不反思自己的问题。作家张德芬说，抱怨是最消耗能量的无益举动。面对工作中的不如意，与其整日埋怨，不如悄然蜕变。多年前，鲁豫在电视台实习时，每天要负责很多的活计，剪辑、配音、采访，还要被领导安排到处打杂。可制片主任却以他还是学生为借口，只给他一半的劳务费。鲁豫知道后，心里虽然很失落，却没有半句怨言。但他深知自己需要这个平台来锻炼和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于是他选择了将心中的不满放下，默默锻炼自己的主持技能。之后的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成为家喻户晓的主持人。而那位制片主任依旧停留在原地，事业陷入了一片死寂。稻盛和夫曾说过，即使你抱怨再多，委屈再大，当下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先把工作做好，这才是一个成熟人该有的心态。职场中向来是困难叠着困难，麻烦裹着麻烦，一味的抱怨只会让工作变得更加棘手。学会咽下苦水，让自己的能力覆盖掉眼前的问题，那么你才能过得风生水起。4. 反刍思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牛反刍？所谓牛反刍，俗话又叫倒嚼，是指牛在进食后一段时间，又会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牛反刍是出于生理使然，但人的反刍思维却是心理使然。武志红的漫画中刻画过这样一个女生，她在汇报工作时，注意到上司微微皱眉，下班后她就反复思考是否自己的表现不佳。看到同事点奶茶时并未邀请她转身就在想，同事是不是故意孤立自己。当她得知自己的工作被转交给新人时，她又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然而事实却是，领导实际上对她的工作表现非常满意，皱眉只是因为脸上有些痒。同事点奶茶时确实忘记了她，但随后邀请她去吃火锅作为补偿。工作交给新人是因为她即将得到升职的机会，需要接手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但这种在工作中的过度反刍还是让她心力交瘁，几度陷入崩溃。心理学家鲍尔斯特说，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纠结、焦虑，大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习惯反刍的人，外界的只言片语、风吹草动都会令他心神不安。凡事心大一点，工作才能顺利一点。作家李娟在成名之前，曾经在工厂流水线做过2年的女工。当时她一边工作一边投稿，时常能收到退稿的信件。每当这时，同事们都会嘲笑她，就你还想当作家？但李娟听完就当是一阵风刮过，丝毫不放在心里。她坚持自己的创作，一直向报社投稿作品，
最终凭借散文集《九篇雪》走入大众视线。随着《我的阿勒泰》的出版，李娟的写作生涯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冯唐说：“我不多想了，就幸福了。”换言之，幸福就是不多想。当你把所有的心思都专注于工作本身，就不会有无谓的内耗。凡事该忘的忘，该放的放，能踏实工作，不想其他的，才是职场上的聪明人。曾在《认知红利》中看过这样一句话，觉得颇有道理：你这辈子的成就最终能达到多高，是靠你的思维模式支撑起来的。人的思维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弱者思维，另一种是强者思维。拥有弱者思维的人，始终把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在怨天尤人中消磨时光。拥有强者思维的人，在挫折前既不退缩也不逃避，在直面痛苦中涅槃重生。思路决定出路，我们的思维达不到的高度，脚步也无法抵达。如果你想活出闪闪发光的人生，就一定要警惕弱者思维，对自己的人生负全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自怨自艾，遇到一丁点挫折就逃避，还摆出一副我弱我有理的姿态。他们对工作不怎么上心，把我不会挂在嘴边，一遇到难题就甩锅给别人。看到别人身上发生好事，他们很少祝福，只会酸溜溜地说一句：“你运气真好。”这些人的行为都是弱者思维所致。他们把自己定义为失败者，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知不觉间失去更多机会。同事小梦就吃过这种亏，至今遗憾不已。一次，部门在赶一个项目进度，大家都在咬牙死磕，小梦却无精打采，一个劲嘟囔着：“我们肯定做不完的。”这种我不行的弱者思维，看似无足轻重，却会催化出消极后果。高压状态下，负面情绪就像病毒一样传播，迅速感染到整个团队，办公室弥漫着挫败感，项目效果也大打折扣。自那以后，老板便不再让小梦参与重大项目，小梦的发展也比同龄人慢了几拍。人生路上，敢比会重要。正如稻盛和夫所说，如果存在一个能够大幅度改变人生的决定性要素的话，那就应该是思维方式。当你认为自己做不到，你就真的做不到。当你敢于去折腾，说不定真能做出成绩。那些秉持强者思维的人，从不排斥改变，也不畏惧挑战，在迎难而上中释放潜能。你拥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就会过上什么样的人生。如果把人生比作手机，思维模式就是底层操作系统。在弱者思维的操纵下，再好用的软件，再炫酷的工具也运行不了。这就好比你给一个2G 手机安装形形色色的 App， 势必会卡顿宕机。唯有彻底升级操作系统，才能驾驭得了纷繁复杂的新功能。同理，如果你长期用弱者思维思考，平时再努力，学再多技巧，也是无本之木。当你用强者思维做地基，人生之路方能越走越顺。在电影《卡特教练》中，卡特临危受命，成为篮球队教练。在他接手之前，这支篮球队屡战屡败，根本不敢奢望赢球。队员们习惯了混日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们每天打架斗殴，用表面的嚣张跋扈掩盖内心的慌张自卑。对于自己的未来，队员们没有丝毫盼头，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似乎成为他们难以逃脱的宿命。卡特深知，想让这些学生发生改变，一定要先改变他们的思维。因此，不管是在训练场还是图书馆，卡特都不忘鼓励学生，哪怕现在一无所有，只要你不自轻自贱，也不消极堕落，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卡特要求队员除了打好球，还要按时上课，且一定坐在前排。从刚开始的质疑到感动，队员们在卡特的良苦用心下，完成了思维的蜕变，在球场上所向披靡，人生也逐渐开挂。很多时候，束缚我们的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思维里的毒瘤。如果我们一直用弱者思维看待自己和世界，视野就会被限制住，很难看到更多可能性，最后真的活成弱者的模样。反之，如果有了强者思维加持，人生之路再难，也能化险为夷，时来运转。
6. 见不得身边人好。人天生都有嫉妒之心，没有攀比就没有伤害。而且人们往往对身边人的嫉妒心最重，正如思想家培根所说，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人性里有很多恶，最致命的是见不得身边人好。有些人宁愿看到外人好，宁可看到离自己远的人好，就视容不得身边的亲戚朋友比自己过得好。所以绝大多数人痛苦，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平庸而痛苦，而是看到身边人比自己成功而痛苦，或者身边有人忽然超过了自己而感到无比痛苦。这其实是人性里最阴暗、最愚蠢的一面。小芳是一个28岁的上班族，她最近狠下心把朋友圈彻底关闭了。她心想，不管别人发什么，自己也看不见，自己也不想再发朋友圈，为什么她会自我封闭，隔断人脉呢？小芳的解释是，最近半年自己刷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见不得身边人好。同学秀恩爱，她看着来气；同学出去旅游，她看着嫉妒；同学晒升职加薪了，她看着羡慕，甚至有点恨。于是她索性把朋友圈全关了，眼不见为净，因为一看见他人过得好，就心里难受。其实小芳的这种心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是因为与身边人对比产生了压力，继而嫉妒成恨，见不得他人好。朋友圈发照片炫耀固然不可取，但是嫉妒他人过得比自己好，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正如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所写，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有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极力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撺掇，此物不好。比如说，你的同事一个月挣5000，你一个月挣3000，你的正常心态是我该努力加油干，我也挣5000，甚至挣6000，要超过同事。但是人性的恶作怪，嫉妒心一起来，你往往就不会这么想了。你或许不去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想办法如何从3000挣到5000，而且想着去告密，打同事的小报告，想方设法整治对方，好让同事从5000也调回到3000元的工资，甚至是2000元，还不如自己工资高。一个人的嫉妒心若是管控不好，不能及时调整好心态，就会产生怨人穷恨人富的想法，内心变得极度扭曲。农民歌手朱之文出名后，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嫉妒他，不管朱之文做了什么好事，捐款、修路，大家都不领情。有的村民甚至还说，朱之文的钱一辈子花不完，他下辈子也花不完。说白了，这些人都是嫉妒他人，恨他人过得比自己好。学者马未都点评此时说，过去有一个土话说，就是恨人有笑人无，你比他多他就恨你，你比他少他就讥笑你。东野圭吾在《恶意》中写了一段话，精准地分析恨人好的心态。我就是恨你，明明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明明你是那么善良，明明你知道我猥琐的过去还帮我保密，明明你一直在帮我实现理想，可是我就是恨你。我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我恨你优越的生活，我恨当初我如此不屑的你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我恨我自己运气不够才能不够，我恨我自己还没来得及成功就得了癌症。我把对我自己的恨意病给你，全部用来恨你。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都是我们身边的熟人，因为他们对我们最了解，也对我们的嫉妒心最重。当我们取得成功，陌生人通常会真诚地祝贺我们，但是身边的亲戚朋友却会酸言酸语，话中带话。我们越成长，越会懂得这个生活的真相，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人真心愿意我们过得好。见不得别人好，其实是一种最低层次的认知，越是层次低的人，越容易犯此种毛病。上层社会人捧人，底层社会人踩人。见不得别人好是一种病，是一种心胸狭窄、格局太小的病。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螃蟹定律，让大家知道见不得身边人好的坏处。当我们在竹篓里面只放一只螃蟹，如果不盖上盖子，这只螃蟹就很容易爬出来。但是当我们在竹篓里面多放几只螃蟹，不用盖上盖子，
最后反而没有一只螃蟹能够爬出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互相为难的弱者思维在作怪，每一只螃蟹都在争先恐后地朝出口处爬。当一只螃蟹快要爬到楼口时，其余的螃蟹就会用大钳子把它拉下来，最终谁也爬不出去。我们若是见不得身边人好，也是这个道理。你让身边人变差了，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们真心祝贺他人或者帮助他人成功，他人也会反过来拉我们一把，这样就是双赢的局面。但如果嫉妒心太强，见不得他人好，互相拆台，互相伤害，只会是双输。所以说，见不得身边人好，其实是人性中很愚蠢的一面。闲情偶记有言：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我们用同样的思维做事，注定只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唯有改变思维，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格局，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怎样戒掉弱者思维呢？给大家分享3点实用建议。第一，摒弃受害者心态。所谓受害者心态，就是把自己置于可怜、无助、弱小的境地，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比如说，生活一有不如意，就开始怪天怪地怪社会，或者归咎于原生家庭，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像鸵鸟一样逃避自己的问题，对生活充满恐惧。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摒弃我是受害者的想法，遇事反求诸己，多问问自己能做什么改变现状，而非一味指责别人。第二，不再等靠要。强者思维和弱者思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亲手打造想要的生活，后者则习惯等靠要，期待天降奇迹不劳而获。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把选择权交给别人，只能换来冷眼和失望。正如作家路遥所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不论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活了一场。学会直面自己的问题，在行动中迭代优化，才能让自己更强大。第三，点亮绿灯思维。什么是绿灯思维呢？顾名思义，就是接受和放行。拥有弱者思维的人，遇到和自己理念不一致的观点时，总会找理由反驳；而点亮绿灯思维，则意味着放下习惯性防卫，先假设对方是正确的，再挖掘其中的可取之处。比如有人告诉你一件事做得不对，千万别急着反驳，不妨请教下对方应该怎么做，说不定就能收获新知。绿灯思维是强者的标配，能让我们保持开放和乐观，从而不带偏见地看世界。企业家傅盛曾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与其说是智商的差异，不如说是思维的差异。的确，比起显性的知识和技能，人们往往忽略隐性的思维模式。可正是不起眼的思维模式，悄悄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轨迹，决定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能力弱，资历浅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溺于弱者思维而不自知。好消息是，人的思维模式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不断修炼的。让思维转个弯，很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很多烦恼也能烟消云散。余生，希望我们都能警惕弱者思维，不再否定自己，转而用崭新的姿态面对人生风雨。作家周桂一在《认知差》里说，好的一生是不断去掉弱者思维，处理好我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生。很多时候，束缚我们的并不是工作中的困难，而是脑海中的思维模式。当你长期用弱者思维思考，那么再努力也会陷入一个个死胡同。摆脱弱者思维，才能打破自身局限，让工作变得更加顺遂。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